寻中创造。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系列视频了。这次我们做的游戏叫做戴森球计划。这个游戏我其实想做很久很久了啊，只是因为它一直在 EA 版本，还没有到正式版本啊，所以我一直没有做。但是现在其实它还是 EA 啊，它目前是 EA 0.10.30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但是我决定开始做了。主要原因在于呢，我估计它应该离正式版就差一步之遥了，马上就正式版了。它能够更新的内容已经没有特别的多，免费更新的内容或者说啊，它应该会不会有 DLC 我不清楚啊。但是据说后边还有一个空间站，还有一个载具啊，这两部分的内容更新完应该就没什么了。那这两部分呢，对于前面造这个工厂流水线啊，整个的游戏思路上的影响已经不会有特别巨大了啊。主要影响的应该还是战斗的部分啊。所以我决定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开始做这个系列的视频了，不想再等了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开档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我会稍微啰嗦几句啊，不想看的小伙伴可以先跳到后边去啊。我这边有进度条可以自己拉。先来说一下呢，我这个系列视频面向的这个观众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你是对这个好评如潮的国产游戏非常感兴趣，但是一直没玩过这类游戏，也不会玩，不知道怎么玩啊，那看我的视频就没问题了。我会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你如何从一个产线建到最后的戴森球啊，到造球完成，我都会手把手的教你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接触过，你看这个系列视频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稍微接触过呢，但是玩到一定部分就引导不好，觉得不会玩了，你看也没有问题。或者是你卡在中间的某一个节点上，你说比如说黄糖或者紫糖之后，你就死活你就过不去了，你就太麻烦了，这个产线造的一塌糊涂啊！你看我的视频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结档很多次啊，比如说已经造过好多次球啊，玩过上千个小时的大佬了，你就在我这个视频里你可能得不到太多的内容啊。而且呢，由于我这个系列呢是面向这个萌新的入门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喜欢这个非常好玩的国产游戏，因为这个游戏的热度真的很低啊，它的这个热度是远低于它的真正的游戏品质的啊。热度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不了解这个游戏，所以我是为了帮助他们来入门入坑啊，所以我的这个系列视频里是不会涉及到太多的高难度的东西啊。本系列视频里的所有的蓝图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手画，画完之后呢，存档到最后给大家把这个整个的蓝图包给大家发出来啊，不会采用这个别的大佬已经用好的这个蓝图，都是我在视频当中自己画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的整个全流程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发，一个部分呢是我做过精简剪辑的这个部分啊，中间一些重复的造产线的这个流程我会把它剪辑掉啊，以给这些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的这个小伙伴只给他们最精简的这个流程部分啊，每一期视频尽量压缩在40到50分钟之间啊。然后呢，另外呢，我会做一个大合集，在这个大合集里呢，我会把我搭工厂从零到最后的这个全部的流程一刀不剪，我全都扔到里边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剪辑的啊，就全扔到里边。如果你想看你某一段你不知道是怎么建的，你就在看这个系列的视频啊，你就可以知道我这一步一步到底是怎么搭出来的。当然这个里边肯定有很多冗余的时间啊，比如说我挂机等的时间可能也有，或者是这个
造流水线很重复的这个部分也有啊，这个就各取所需。如果你并不需要呢，你就忽略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我会以一个大的这种合集的形式给它发出来，也不会打扰到大家啊。这就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更新的想法啊。然后更新频率上，我尽量做到1周2更啊，但是后边这个产线搭的大起来之后，工作量很大很大啊。这游戏如果真的想做大球的话，是非常干的啊。所以我也不能确保啊，所以尽可能的啊给大家多更。但是如果大家喜欢的人特别多，能上热门的话，我肯定会爆肝的啊。所以如果你想看啊，以及很喜欢这个系列，请一定要多多3连支持小米啊。然后啊，老规矩啊，我们也有老规矩 ，flag 也要立起来啊。首先，我这个游戏的结档目标是一个1000糖一个球啊。这个球我是不追求发电量的，当然你追求极致发电量，你直接找一个极致发电量的蓝图用上就好了啊。我是不追求发电量的，我是喜欢自己画球，画一些千奇百怪的形状，然后造出来自己很有成就感啊。这个是差别，所以我会画一个球，以及会给你造一个1000糖的产线啊，这是我们这个档的基础目标啊。但如果喜欢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啊，我这个 flag 也立起来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点赞数特别的多啊，每超过1万个赞啊，就我这一期视频，后边的视频不算啊，就这一期啊，每超过1万个赞，我们就加1000糖啊，上不封顶。也就是10万赞我就造个1万糖工厂啊，20万赞我就造个2万糖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啊，一直到我们这个造糖厂的时候，作为一个截止的一个时间点来计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想看大工厂的话，给这个视频点赞吧，你也可以多多的分享给其他的人啊，让他们都来给这个视频点赞啊，是吧？助力每一个不知死活的梦想，对吧？然后就是还有一个 flag 就是关于球啊。这个球呢，其实如果只造一个球呢，还是有点单一啊。那你想看造更多各式各样花式的球吗？你如果想看的话，没有3期视频，我这个系列啊一期发，没有3期上热门，我就多造一个球啊，也是上不封顶啊。也就是说9期热门我们就造3个球，前3期是不算的啊，就跟前1万个赞是不算的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最低就是1个球啊，如上不封顶，每3期热门我们就多造1个球啊，这个 flag 已经立得干得飞起了，好吧？那我们就废话就说到这里啊，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游戏。那新游戏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设置啊。首先它是有一个种子的设置的，这里强烈建议新人的玩家、新人的小伙伴就用一个神仙仙人种子就好了啊。神仙种子开局是最适合萌新小伙伴入坑的啊。你要记得，你去抄这个种子号的时候，除了抄这个种子号，也要记住后边它的恒星数量啊。如果你的恒星数量跟它的这个种子不匹配的话，你也拿不到它的这个星图啊。我这里用的是 TT 大佬的发的一个最新发的8月份发的这样的一个32什么完美母星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啊。我也其实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神种啊，就用这个种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资源倍率啊，还是那句话。我是适合萌新的，萌新玩着舒服啊，让他喜欢这个游戏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希望他能体验到这个游戏的爽感。那这个资源倍率一定要设成无限的。但实际上呢，1倍和无限中间其实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只是麻烦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只有1倍以下到0.1倍这个数值之间，在游戏的玩法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1倍以上，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啊。所以你与其用个1倍来让自己不断的麻烦，你就得了就无限吧，能省一些脑子的计算啊，因为后边要计算的事情还很多。然后敌对势力黑雾肯定是要开的。黑雾呢最适合萌新的难度，这里推荐啊一个被动难度啊，对的，被动袭击难度。什么叫被动呢？就是除非我们主动去招惹黑雾，否则黑雾不会主动袭击我们。这个是最适合萌新的一个难度啊。火把子就有点太过分了，就没有游戏性了啊。这个被动还是有一些游戏性在里面的，因为黑雾毕竟是会反击的啊，所以这个被动难度我觉得是最适合萌新的。然后但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要给它拉到最满啊，拉到最高。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难度系数啊，初始默认难度系数是1，当你发现你把这个设成被动，把其他都拉满，这个难度系数依然是1啊，所以我们的难度上其实是没有本质的变化的啊。为什么要把这个等级什么的这些都拉满呢？是因为黑雾它掉落的物品的种类啊是跟它的这个黑雾的等级挂钩的，你让它生长的越快呢，我们去刷这个黑雾的等级的速度越快，这样我们就能刷高等级的黑雾掉落物的这个时间就越短啊，就能尽快的拿到高等级的黑雾掉落物。反正它是被动的也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就设成最高就可以了。好，那就是这样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一共有1个蓝巨和2个欧星啊，没有红巨啊。好，我们开始游戏吧。位置
在探寻中创造，火种在迭代中进化，由零变化为万千。蔓延成群星的阴影。黑雾崛起，星辰渐暗，你将踏上新的征程。好，这就是我们的开场动画了。我们就坐着这么一个载具舱啊，或者是叫做什么飞行舱，来到了这个行星。欢迎来到真实宇宙。很快，你就会发现这里和我们的家园不一样。不过，你应该能快速适应这里的物理定律。我是你的顾问，会协助你完成此次任务。看过《流浪地球》的小伙伴对这个声音不会陌生啊，这是莫斯的声音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初始星系母星系的恒星了啊。我们擦着它过去啊，前面就是我们的家了。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作为空间管理联盟的一员，戴森球计划的先驱，你将白手起家，逐步探索这片星区，并利用这里的资源建造戴森球，为主脑提供维持家园的能量。我已为你选择好任务开始的目标行星，那里有初期发展的必要资源。现在，请驾驶飞行舱前往这颗星球。莫斯老师的声音虽然很好听啊，但是后边我们就不听了，因为他有点耽误我来说话。这个长得很像地球的，也是我们整个星系唯一一个的这个地中海的星球啊，就是我们的母星啊，我们的初始星球，也是整个星系资源最贫瘠的星球啊。当然这是为了新手的这个游戏的这个难度的平滑啊。然后我们的初始的星系，你可以看到有3个黑雾的基地啊。这3个黑雾基地是因为我们初始把这个黑雾的难度拉到了最高所有的。如果你是一个默认难度的话，应该只有1个黑雾基地啊。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降落了。我们把这个开场动画完整的给大家看完。降落之后呢，会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个底座啊，这个底座是可以回收的。回收可以给我们3个氢的这个燃料棒啊，算是初始的一笔资源。如果你能在通关的时候呢都不回收它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成就啊。我不是成就的啊，我就把它挖了。如果你想获得成就的话，你可以把它留着啊，直到通关，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了啊。好，回收了这个基座之后呢，我们来挖一下周围的矿物啊。首先按鼠标右键你就可以移动这个伊卡洛斯，然后右键可以给它下达一些命令。按住 Shift 的键呢，你可以来这样给它依次的下达命令，比如说这样依次的走，依次的挖掘这个地上的资源。我们先收集一下基础资源啊。按 C 键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机舱的信息面板，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些我们拿到的这些燃料就扔到这里啊，因为我们的伊卡洛斯在行动的时候是需要消耗这个燃料的啊。树叶和木头啊，这种都是最不值钱的，或者是燃烧效率最低的这种燃料。然后回收这个机舱呢，是可以给我们3个氢燃料棒的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耐烧的燃料，它会优先烧这个燃烧室最右边的这一个啊，然后依次这么来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啊。然后包括我们捡到的这种有机晶体，凡是它写着燃料类型的啊，化学能量这种啊，它都可以烧啊，包括这个也可以烧进去啊。前期我们的背包很小啊，所以没有关系，这种东西都不用留，直接就给它烧了就好了。下面呢是弹药槽，暂时我们还用不到。右边是我们的一些机甲的核心数据，后边是可以随着科技进行升级的，暂时也就先不跟大家说。这游戏有一些内置的教程啊，感兴趣小伙伴自己看，我就不让它去显示了。然后这边是 A 键，可以打开我们的物品清单或者叫背包栏，按这个键呢或者 Ctrl 加这个按这个空白键是可以自动整理的啊。整理这个背包栏位啊，
然后随着我们的科技解锁呢，这个背包也会越来越大。刚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机甲走路是非常非常的慢的，而且也不会飞啊。随着科技解锁，它才能有一些提升啊。然后呢，左下角呢是我们整个星球的一个视图的概览，包括纬度、南北半球、天，这个是白天还是黑夜啊？白天黑夜呢是跟我们的这个天体，我们这所有的天体都在这个星球里在绕着一定的轨道在旋转啊。当我们旋转到这个远日的这一端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还有自转啊，旋转到远日端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黑夜，所以它是有这种昼夜的光线的这个变化的。然后这里摁 V 键或者是也可以打开这个星图，我们把它放大就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最开始射种子的时候的那个星图了啊。但是由于现在没有科技，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些行星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也可以摁 M 键，M 键呢是可以放大到整个星球，你可以看到整个星球这边呢就是黑雾的巢穴啊，我们尽量先离它远一点啊，虽然它是被动的啊。然后这边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让它先挖一些基础物资。右下角呢是我们的一些信息面板啊。首先这个详情显示这里我们可以勾选，让它显示出一些信息来。比如说呢，现在还看不出来啊，比如说灯光啊这些看不到啊，等看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啊。然后意见已经说过了，按 F 键呢是制造面板啊，这边我们就能打开我们能制作的东西了。我们的伊卡洛斯呢，早期呢它既有这个，它既有这个制作的功能，也有熔炉的功能啊，一些铜啊、铁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熔炼成铁板和铜板啊，还是很不错的啊。这边我们可以先造一点啊。然后呢 ，C 也说过了 ，P 键打开的就是所有的统计啊。里程碑是这个游戏中内置的一个成就系统啊，包括电力呀、什么击杀呀、性能啊，包括我们的 CPU 等等的这些性能，它在这里都可以给你显示出来啊。还有成就啊，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在这边看到啊。然后最中间呢就是我们的科技树了，给大家看一下科技树，可以在这里摁暂停，这样时间就不流逝了，防止黑雾来打你啊。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科技树非常的大，非常的长啊，这个游戏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啊。这就是科技的部分。除了科技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升级，这个升级呢主要包括的上边啊，它分为几大块啊，这一大块都是伊卡洛斯的升级啊，增加我们的能量啊、速度啊、什么建造数量啊等等一系列的啊。然后下面呢是一些这个具体物品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升级，主要是小飞机这些东西的升级啊。再下面呢是我们的武器系统啊，这个的升级，武器和防御系统的升级。具体的升级信息呢都会在右边的这个面板去给你显示啊，你可以在这里一点点的看。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元数据，元数据是什么呢？元数据是当你完成在游戏中生产一定数量的糖的时候，就会根据糖的颜色啊去积累这个元数据。糖是什么东西啊？糖就是这个游戏的科技点数啊，就是这个正方形的，分为这6种颜色啊，所以也管它叫做糖啊。最开始的基础的叫做蓝糖，你可以看到后边解锁科技都是需要消耗这个糖的啊。这就是所谓的糖，这就是算是游戏中的黑话吧啊。这边就会自动的积累元数据啊。我这个元数据并不是很多啊，因为我后边开档的时候都是拿沙盒档去做的这个测试啊，所以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没关系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个东西一来呢是可以在你解锁科技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电磁学为例，我可以在这里花10个蓝色的这个元数据，就直接把这个买断啊，直接就解锁掉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一下啊，这因为时间暂停了，我们在这直接试一下。使用元数据将不能达成部分成就，确认吧？那算了吧，哈哈，我们直接还是解锁，反正这么便宜啊，这样就可以。这是元数据的其中一个用途啊，另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另一个用途是可以在伊卡洛斯被黑雾击杀的时候，被黑雾打死的时候，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原地复活啊，这就是元数据的一些基础的用途。我们上来呢，先把这个风力发电机的这个科技给它解锁掉啊，初始拆这个回收仓的时候啊，会给我们一点点资源啊，去解锁一个科技完全没有问题，会给我们一个风力发电机。这边蓝色的虚影呢，就是它的发电范围啊。我们先把这个发电机放下啊，我看看我这个矿物摆在哪儿啊？发电机要不先放在最开始最左边的这个位置吧，这边好远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好，我们先放下一个风力发电机啊，然后还给我们一个这个采矿机啊。这个游戏中的采矿速度呢，它是跟你这个采矿机本身的影响并不大的，它主要是看你这个采矿机，它不是有2个角吗？这2个角覆盖的矿堆的数量，也叫矿簇的数量啊。你覆盖的矿簇数量越多，它的速度越快。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白色的数字，6个就是180每分钟。
5个啊，我们看5个就是150每分钟，所以是每一个小堆矿簇是30每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让每一个采矿机覆盖的矿簇数量多啊。按 R 键可以旋转它，但是它只是这种90度的旋转，按住 Shift 按 R 键就可以再进行精细的这种旋转啊调整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尽可能的让它的覆盖数量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覆个7个的啊，但其实6个的基本上就足够了啊。先覆盖到这些，然后这里会解锁一些里程碑啊，这是游戏内置的成就。基本上每一个通关档呢，这个里程碑能全部解锁的啊。我们这个系列里这个里程碑也会给大家全部给它解锁掉。那由于我们的这个采矿机没有在这个风力发电机的范围里啊，你可以把这个风力发电机放过来，你也可以选择呢把这个风力发电机就放在这里，然后用我们这个电力感应塔，也就是电线杆给它引过来啊，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采矿机呢，它需要消耗420千瓦的这个电力，而我们的风力发电机只能发电300千瓦，所以它这个电量是不足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采矿速度是不满足我们之前预估的210每分钟的，它只有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的时候会跳一个电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并且呢，采矿机都有一个自适应啊，就是当它的这个里边，它这里边可以存一点点矿，当它这个矿存到一定数量之后，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采矿速度给它降下去，慢慢它自己就会把电量消耗的越来越少啊。这也算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小特点啊。有了这个采矿机之后呢，铁矿我们就不用管了，就可以自动的生产了。然后我们继续搓一点这个磁旋圈，再搓一点齿轮来解锁后边的这个科技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解锁的科技呢，首先来解锁一下这个基础物流系统，解锁传送带、机械臂和一个储存箱啊。先来启动一下，它需要消耗齿轮和这个电路板啊。齿轮我们也可以给它造一下，这边我们可以摁右键啊，先取消造这个东西啊，先把齿轮造起来。优先把科技解锁啊，先造10个齿轮啊，它自动呢就会在这就叫做伊卡洛斯的手搓啊。手搓呢在前期是比我们建造这个东西要快的，因为前期我们一来是走得慢，二来是这个小飞机铺东西铺的也慢啊，所以前期呢手搓是不错的，但是到了后期呢，我们要用自动化来代替全部的手搓内容啊。然后再来看左上角，左上角就是我们的研究的这个面板，然后这是我们研究的队列，然后这里呢就是黑雾了。黑雾呢分为太空黑雾巢穴和地面黑雾基地这2种不同的。太空巢穴呢指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母星系啊，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太阳系啊。我们就把它简单的比为太阳系，它这里有3个巢穴，可以看到贝塔、伽马、阿尔法这3个巢穴啊，这就是太空基地巢穴。然后黑雾地面的基地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星球的，刚才也给大家看了，是那3个黑雾的这个基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解锁科技啊，直接我们就来一个个点吧，把这个冶炼和这个电磁矩阵以及基础建造啊这几个科技全给它点掉。然后呢，我们也来继续生产一下磁旋圈，我们也再搓一点，用来解锁这个更多的科技啊。有了这个传送带呢，传送带呢一般来说是把物品从一个机器运到另一个机器啊。对于我们采矿机来说，它是有这种直接连传送带的口的啊。有的机器有，有的机器就没有啊。那对于这个采矿机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传送带点到这个机器核心，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传送带拉出来了。这个传送带呢，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些物理的这种吸附啊。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会有一些帮你操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啊。你也可以不让它按这个格吸附，比如说摁 R 键，你可以斜着造啊，可以斜着造这个传送带啊。按住 Shift 它就不会自动吸附，你就可以这种随意的一个建造了啊。但吸附一般来说是造的比较横平竖直，我喜欢用这种吸附的结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铺出传送带了。然后呢，我们身体里伊卡洛斯里边有3个小飞机啊，帮助我们来进行建造啊。这边就获得了一个建造的这个里程碑啊。这边结束啊，然后我们来开始做一些更多的啊，我们再做2个风力发电机，因为前期的电力不够啊，再做5个风力发电机啊。自动化冶金完成了。刚开始的科技呢，会给我们奖励一些基础的建筑物啊。我们首先呢，先把这3个熔炉放下来，都用来烧铁啊。前期铁的用量是比这个铜的用量大的啊。这个熔炉呢，它跟这个传送带一定会隔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小缝的这个距离吧。如果后边做这个别的这个，比如说制造台的话，它这个距离就会小一些啊。这个我们是后话再说。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黄色的传送带啊。这个传送带它的速度是6个每秒，也就是
360个每分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12个矿簇就可以占满一个传送带。假如说我们每个采矿机都覆盖6个矿脉的话，也就是2个6矿脉的采矿机就可以堆满一个黄弹啊。如果再多呢，你这个就运力就不足了啊，就有矿物就会积累在这个机器里，就没有达到满效率运行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呢，我们来设置一下熔炉的配方，点击这个齿轮。首先我们先来做这个铁块啊，这个铁块呢是1秒1个啊，所以如果你这么算的话呢，我们这是360每分钟，它这个是60每分钟啊，正经来这个高速运转，因为我们现在是电力不足啊。如果电力满的话，应该是60每分钟，应该是一个1比6的关系啊，一个满的黄带对应着6个造铁板的这样的一个熔炉啊。当然刚开始呢，这些还不是很重要啊，我们就先让它能跑起来就行。我们先走2个铁板，一个这个磁线圈，这个磁线圈就不一样啊，这个磁铁啊，一个磁铁是每1.5秒才生产一个，所以就变成了一个1比9的关系啊。你可以看到现在电力已经非常不足了，它会给你一个信号的提示啊。现在呢，我们来把更多的风力发电机给它摆下来啊，然后扩充一下我们的电力啊。风力发电机之后是可以放在水上的啊，刚开始是没办法，只能在陆地上摆，因为它占地面积比较大，后边我们要给它放到水上去啊。哎，你看到蓝色了，又变蓝色了，就证明我们的电力又足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显示面板里，这个电力的符号就会一直显现出来。那你要觉得它太烦，那你可以给它隐藏掉啊。很多的这种显示都可以隐藏掉啊，自行设置啊。这样呢，我们就有了最初始的一个最简单的冶炼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那有了这个磁线圈之后呢，我们再做这个，有了这个磁铁之后，我们再做这个磁线圈，我们就省步骤了。我们只需要造一点点铜板就能做出这个磁线圈来了。看一下我们的能源啊，能源已经不足了，我们去挖一点煤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再造一个采矿机，再去挖一点煤啊。哎，可以啊，我们先做一个采矿机，让他做吧，我就不去了，让他去挖一点煤啊，这样我们就有能源了。否则我们这个青棒烧完之后，我们还得不断的去挖，就太麻烦了啊。这里我们再造一点点电线杆啊，造5个电线杆出来。研究完成。制造完毕。好，由于这个采矿机里是能给你装一定的煤的，我这边就不给它接这个传送带和箱子了，就让它先在这里产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拿。按 Ctrl 加鼠标左键，你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东西从这个仪器里拿出来，无论是铁矿啊、铁板啊，还是这个煤啊 ，Ctrl 加鼠标左键就可以快速的给它拿出来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了这种源源不断的煤了。然后身上的这种铁矿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全都给它塞到这个仪器里，拿住它，摁住 Ctrl 摁鼠标左键，你就可以把它整组的塞到这个仪器里。带大家演示一下，拿住它，摁住 Ctrl 摁左键。哎，只要这个仪器里有空位啊，它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个塞到这个仪器里。哎，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啊。那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用这个采矿机再来生产一下铜矿啊。铜矿我们也要做到自动化的规模产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做一个熔炉啊，来炼制一些铜板。这边呢，这个齿轮和这个磁线圈和这个电路板也没有了，我们再做一点啊。电路板和这个齿轮我们再做一点。来完成这个手动研究的这个科技啊，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挖一挖地上的石头啊，地上的石头是有可能会给我们钛和硅的啊。我们的母星系是不产钛和硅这2种矿物的，想要获得呢，就途径很有限啊。挖地上的石头，手动挖地上的石头算是其中的一种方案啊，但它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方案，就没事的时候稍微挖一点也无所谓啊。我这张图呢，刚开始的这个地方的铜矿的数量挺少的，那就先用这个6个矿堆的铜矿啊。哎，我们尽量的让它能最少覆盖到6个，这样2个采矿机就足够买一个黄带了嘛啊。尽可能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啊。然后这样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它一个熔炉啊，不需要这么长啊，接上一些传送带，然后再给它连接一个这个，然后再给它配一个。尽量让我们的这个电路横平竖直吧，满足一些强迫症小伙伴的需求啊。然后这样铜板也就有了，我们可以把身上的铜矿给它塞进去啊，这样铜板也有了啊。然后我们来继续搓建筑啊，再搓一点这个风力发电机啊，电量还是不够啊。然后我们再来收一些啊，然后我们再来搓一些这个没有铜板啊，没有铜板这边造一下。
我们再来搓一些磁线圈啊，磁线圈用量还是挺大的。那初始的几种科技就已经解锁好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想扩大科技的话，是需要大量的，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基础物资啊，二是呢需要这个更多的电量。所以先来解决电力的问题啊，我们手搓一些风力发电机啊，搓多少个呢？我觉得搓个10几20个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先用它给的这些物资啊，这边我们不是造了2个生产铜板的位置吗？我们放下一个组装台啊，组装台呢就是代替我们手搓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铜板拉到这个组装台里啊。刚才只跟大家说了这个传送带的速度，这个爪子的速度我们给大家看啊，这个黄色的爪子它是1.5个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也就是每分钟90个啊。那这个是1个格子的，这个传送带这个爪子最长能拉3个格子的长度啊，这是1个格子的长度。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2个格子啊，这个熔炉它比较特别啊，它是紧贴着它造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必须给它隔一个格子，所以它这里是要运行2个格子啊，明显比那边的机械臂拉得更长。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桥接箭头0.75秒往返啊，也就是说每秒的速度降了1半啊，这个你需要注意啊，所以你尽量要让你的爪子的拉的距离越短越好啊。如果你发现它速度不足呢，你可以考虑给它多配一点爪子啊，这都是解决的方案啊。然后传送带呢，我们也要再稍微的造一些啊，先稍微的造一点啊，然后这样呢，我们齿轮也可以自动化生产啊。有了这些自动化生产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手搓就快很多了啊。然后我们来继续造我们的这个磁线圈啊。再多来一点磁线圈，继续扩大我们的电力。好，这边有了齿轮，你可以看到有齿轮有铁板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自动化的去造我们的这个什么了啊，去造我们的传送带了。我们把这边的电路给它连上啊，然后包括这边，然后这边把这个位置稍微的空出来啊，这边方便我们去制作。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手搓一点这个组装台啊，再搓俩。再搓俩组装台，再拿一点点铜板、铁板，好，然后再做几个机械爪，做5个。前期只能靠手搓啊。我们的目标呢，先做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一个量产蓝糖的地方啊，很小，就1个台子的量产蓝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边所有的这些科技啊，除了前期的这些科技是要这种基础材料，后边的科技都是要用到糖来解锁的。所以我这一期的目标呢，就是把蓝糖先给它做出来啊。这边可以先把这个机甲核心1点出来，只要铜板和铁板啊，包括宇宙探索1，这些都是需要蓝糖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去稍微的生产一些啊，先不急啊。我们先用这个组装台呢，先把传送带给它做出来。在这里呢放一个组装台，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给它设置成传送带，我们就先生产传送带，要有1个铁板和1个齿轮啊。这边齿轮有了啊，传送带不是铁板从哪儿来呢？铁板我们可以给它拉一个传送带出来，哎，在这边拉一个传送带，然后我们可以拉一下铁板出来，这样的铁板就从这个传送带来了，然后再给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组装机里啊，然后我们再做一点点电线杆。现在我们身上的物资就比较丰富了啊，这样就能随时想做就做了。这一个炉子可以伸出3个爪子啊，有3个伸爪子的位置，其中1个伸到这边，剩下的我们就往这个传送带放啊，因为这个的速度是很慢的啊，消耗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它有富余啊，它有富余多的就可以传送到这个传送带上，用来生产这边的这个传送带了。然后传送带呢，我们最好用一个箱子给它装一下，我们在这边再造2个箱子，箱子要耗石头的，石头就从地上挖那种小石头就可以了。好的，然后同理呢，我们这边也要把这个什么让它出来啊，这边我们还有一个磁铁，我们也要给它用传送带给它运出来，哎，都给它运出来啊，这边我们就有了传送带了，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传送带的量产啊。这样磁铁出来了，这个铁板也出来了，再加上我们这边的铜板啊，铜板我们也要用传送带给它运出来。这个地方又挡了，我们先给它去掉。就在最简单的前期，就是找一个这个离得比较近的位置啊，最简单的、快速的把你的产线给它尽快的自动化的拉起来啊，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先不着急放。现在生产的速度还很慢，伊卡洛斯也可以建造的啊，用鼠标左键摁住啊，它就可以帮助这个小飞机建造，但同样的速度的确是很慢啊。刚开始我们也不追求产量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铜板运出来了啊，我们这里放一个这个组装机，这个磁铁的位置呢我们稍微改一改啊，让它再往下走一点啊。
然后这边有了磁铁，有了铜板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生产磁线圈了。可以看到啊，这个磁线圈这样就可以生产了啊。磁线圈的生产速度呢是每秒需要2个磁线圈啊。我们这一个其实是带不动一台的，没关系，所以现在先不追求产量，先追求让它运行起来，先让它这个磁线圈先生产起来啊。好，这边这样磁线圈就生产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没事就来拿这个磁线圈啊，我们就可以方便我们的手搓了啊。这个是磁线圈，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个组装台在这里，这边铁板也同样的啊，从这里下来，给它拐个弯下来，然后铁板进去，铜板进去，这边我们就可以让它出这个电路板了啊，铜板和铁板就可以出电路板了。好，这样就挺好的。然后我们有7个这个风力发电机，我们继续往前铺啊，尽可能的铺的横平竖直一点。好，这2个都生产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再拉2条传送带啊，然后呢，用我们的爪子把它最多不是能拉3格吗？啊，我们就可以给它拉到这个外面。你可以看到第3个格往返只有 0.5 秒的速度了，2个才只有1的速度啊，0.5每秒的速度啊，2个才只有1的速度，所以速度就很慢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给它先暂时这么配着啊。问题不是很大啊，把它们拉出来，哎，在这边我们再放一个研究台、科技站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制造蓝糖了。爪子不够啊，手搓一点。好，然后把这个和这个放进去啊。这边的速度，你如果嫌它慢的话呢，你嫌它远的速度慢，就可以给它配2个爪子，这样蓝糖就可以量产了。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拿出蓝糖来，只要背包里有蓝糖，我们就可以用来研究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去启动这个宇宙探索仪啊。但是你现在还要不断的把这个东西从背包里拿出来，很麻烦，对不对？我们再制造一个这个研究台啊，让它自动研究，然后真正的解放我们的双手啊，会更好一些啊。这边你可以看到会有多余的一些这个东西冗余出来，就可以给它通过手拿的方式给它拿出来啊。这边箱子做好了，我们优先把这里给它弄上。箱子做好了，优先把这个给它弄上。一个爪子是不够的啊，因为这个传送带生产的速度非常快，它每次生产3个传送带啊，你看到这边累积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让它这样给它弄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限制这个输入来改变它的堆叠的堆数啊，不要产太多啊，因为产太多的话也是一种浪费，对吧？用不了这么多黄带的，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所以我们就限制一下它的输入，有几堆就可以了。好，然后呢，这边生产好，我们把它放到它的右边。然后这里呢，我们填成研究模式啊，左边是制造模式，右边是研究模式。然后呢，再给它拉一个爪子，这样呢，生产出来的蓝糖就会自动被它消耗掉啊。这里自动就可以去跑你的这些蓝糖科技了，只不过速度很慢的跑啊而已。好的，那这样一个前期非常简单、很小规模的一个简单自动化，包括了一个传送带的生产，一个小的蓝糖自动化的量产啊，就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剩下的时间里呢，小米会私下去稍微的扩大一些我们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的数量以及一些基础机器的数量，在下一期给大家开始做总线的一个结构的初步的小招式，以及一个120蓝糖的量产的一个蓝糖的矩阵。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千万别忘了给我3点啊，3点越多我们更新越快，下期节目更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